大家好，我是信。今天之所以这么急急忙忙的要来录制这段节目是因为昨天发生了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而且就发生在我的身上。昨天晚上10点多，我独自一人出去买东西，走到一个巷子口，从那个巷子里呢，忽然窜出一只黑猫，直往我身上扑，把我给吓得不轻。我虽然躲过去了，可事后总觉得有些不对劲。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正因为是一只猫。这猫和其他动物有些不一样，猫天生具有超强的灵性。猫呢，可以说是动物中灵性最强的。猫的双眼可以通阴阳，也就是说什么？猫可以看到不干净的诡异的东西。古时候有猫鬼。什么是猫鬼很简单，就是猫死后灵魂变成了鬼，叫猫鬼。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猫死后都会变成猫鬼，那得多恐怖，那岂不是没人敢养猫了？猫之所以会变成猫鬼，是受到了巫术者的控制。巫术者巫术，这种巫术呢，起源于隋朝。那个时候的巫术者会大量的捕捉和饲养猫，用来干什么？对这些猫施加各种各样的仪式，然后用咒语对它进行控制，然后把它杀了。这样呢，就能得到猫鬼。正因为这猫在死前已经经历了仪式，被咒语束缚，所以它死后即便变成了猫鬼，也要受到巫术者的驱使。那就说了，巫术者为什么要大费周章的去弄猫鬼呢？很简单，用来害人。只要被猫鬼缠上，这人四肢手脚都会有针刺一样的疼痛感。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种感觉会遍及全身，就是说你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都会有针刺一样的疼痛感。到最后连心脏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到了那一天，你就会开始吐血，日渐消瘦，吐血而亡。你说这巫术者为什么要控制猫鬼去害人呢？因为这猫鬼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据说但凡是被猫鬼害死的人，他生前所拥有的财产在死后都会转移到巫术者家里。很神奇，不明就里，是不是？但确实就是这样，说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当然我看到的这个肯定是猫，不是猫鬼。如果是猫鬼，怎么会这么随随便便让我看到呢？可是问题又来了，你说这猫为什么要往我身上扑呢？听我接着往下说。我走在路上身后总觉得凉飕飕的，后面呢不时传来稀里嗦噜的声音。我往回一看，是什么？是树叶。这也很正常，是不是？可是没风昨天晚上一点风都没有，即使人走过去有气流带动树叶，可那个树叶离得我有一段距离一直在我身后跟随着，就像有什么东西驱使着它跟在我身后，很恐怖。到这我基本上也明白了，那猫为什么往我身上扑，肯定是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缠上我了。我继续往前走，又走了一段路，这声音呢一直跟着我，如影随形。我知道今天如果不想点办法的话，估计就得被缠上了。接着呢，我一边走一边心里开始默念咒语。念了一会儿，后面的声音戛然而止，停了，没了。说实话，当时我也松了一口气，真松了一口气。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鬼都会被咒语给吓跑的。本来以为事情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只是这事
似乎比我想的更严重。晚上睡觉的时候又有情况发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鬼压床？没听说过的呢，我简单的解释一下。所谓鬼压床啊，就是指人在睡眠当中朦朦胧胧的，好像被什么东西压在身上，喘不过气，想喊喊不出声，想动动不了，就像是一种近似于一种特别无助的感觉。科学上也给出了一种解释，说啊，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什么生理现象？叫睡眠瘫痪症。还有一个比较时髦、比较fashion的说法，叫什么？叫梦魇。这梦魇啊，大多发生在刚睡着或是快要醒的时候，指的是身体还处于睡眠状态，但大脑呢却已经醒了，能够听见周围的声音，似乎啊还能看见周围的影像。然而真的只是睡眠瘫痪症吗？反正他们是不会承认有鬼存在的，也不会承认有灵魂存在，有意识体存在。其实啊，这鬼压床很好解释。鬼呢是以亡魂的形式存在，也就是说啊，它没办法对人的肉体进行直接的伤害，只能对什么？只能对灵魂动手脚。而人在醒着的时候呢，肉体和灵魂之间贴合的很紧密，他们也就无从下手。人在睡着的时候，肉体和灵魂之间会产生一丝间隙，这也成了鬼下手的最好时机，所以才会发生鬼压床。很不幸的，昨天晚上我就被鬼压床了。说实话啊，鬼压床也不是第一次了，有过很多次这样的事情。但是这次鬼压床有些特殊，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我晚上睡得比较晚，基本上都要到1-2点才睡着。睡梦中啊，朦朦胧胧的看到一个黑影躺在我身边，在摸我的手，而且呀，那黑影还在不停的往我身上贴，似乎是在想跟我发生进一步的关系。不要乱想，在这之前的鬼压床呢，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说啊，最多是听到声音，看到影像，当然也很恐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接触，这种接触很真实。我知道啊，在这种情况下，你喊是肯定没用的，你想动也没用，因为喊不出声，身体呢不受你控制。所以啊，唯一能做的是什么？我就开始默默地念咒语，没多久就醒过来了。睁开眼睛的一瞬间，只看到一道黑影从我眼前飞快地飘过。我坐起身，身后一阵发冷。房间里确实开了空调，可是我身上是盖着被子的，不应该有这种寒冷的感觉。醒了之后就一直没睡着，脑子里一片混乱，不明白啊，这一天之内为什么会有2起这样的事件发生在我身上？思前想后呢，还真让我找到了症结所在。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跟上一篇视频有关。在上一篇视频中啊，我放出了一道符文，虽然说这道符文只是用来对付小儿鬼的，也仅仅只是用来对付小儿鬼的，可是这种做法显然是破坏了规矩。之所以搞出这么多事情来，为的就是警告我。之前也没想这么多，现在确实有些后怕。不过呢，既然已经放出去了，就没有收回来的道理。只是在之后的视频中啊，如果再涉及到符文啊、咒语之类的东西，我肯定是不敢再大张旗鼓的放出去了。有需要或者研究的朋友呢，可以私聊我，我尽量做到有求必应，当然是不收费的，不收费，不收费，不收费。我是信，请祝我好运。
我们下期见。